7年前我买03的时候，用一辆3系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M3 级别的动力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如今 M3 级别的性能居然只要一辆03的价格。可是你的03不是只剩下1/3的价格？新人不大会说话，换算下来，这辆车每匹马力只要275块钱，性价比甚至超越了小米，似乎更适合当年轻人的第一辆性能车。于是我们和一拍即合，看看这么有性价比的一派007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性价比？许多年轻人在买第一辆车开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会逐渐对性能不满足。像凌帅车主想要 Evo 的性能，高尔夫车主想要 GTI 的性能，我这样的03车主想要 TCR 的性能。你的三缸不好改吧？猪猪啊，你刚来可能不大了解，我们公司有一个优良传统。和油车不同，电车的性能基本没有后期改装的可能。为了解决年轻人的性能焦虑，E派007四驱版直接把性能拉满，搭载2台马赫动力200千瓦电机，共544马力，官方0-100 3.7秒，傲视同级。可惜这辆试驾车轮胎状态比较一般，起步一直在滑，这次呢只跑到了4.1秒，裤裆还有很大。但即便如此，在15万还是没有对手。对于气盛的年轻人来说，这一脚加速已经值回了票价。但日常使用不必担心动力太强，舒适模式输出柔和克己，买菜带娃两相宜；运动模式初露端倪，响应速度类似隔壁007；战斗模式更加积极，响应看齐001和 GT；变道超车很有底气，就是低速行驶有些调皮。这个战斗模式日常用可能有点不大合适，起步一点就窜。但是想想也合理，谁会愿意每天一直在那战斗呢？开车不宜过快，刹车也很重要。E派007的能量回收可以全关，但不像007 GT 和苏7那么能滑，更接近油车滑行的感觉。慢慢踩下刹车，大约 0.5G 以内的减速幅度是它的舒适区，非常丝滑，非常好控制，非常容易平稳刹停。从舒适的角度来说，这个刹车很好，但如果你开得比较猛，踩得比较急，就会感觉这个刹车的行程有点长，虚位有点大，类似于那个大众 ID.7。那如果你希望这个刹车能更运动、更直接一点，可以考虑像我的008一样换个卡钳。E派007的转向手感相对正常，不像 Z10有奇怪的吸入感，也不像旧款 P7 加那么无感，每个模式都可用。方向盘从左到右 2.8 圈，转弯半径 5.6米，车身响应不拖沓，前后轴动作不脱节，正常的有点难能可贵。25款 E派007的底盘和旧款似乎有所区别，在我们的主观感受中，整体取向更软，更擅长处理细碎震动和减速带，在路况较好的高架高速巡航十分舒服。但面对较大的坑洼和路面起伏，车身容易随着起伏，需要较长时间来恢复稳定。这个底盘吧，放在后驱版或者增程版上，我觉得问题不大，就是个10万出头家用车的风格。但是这辆毕竟是一个高性能的4驱版，我会期待它的底盘能有一个更高水准的表现。但仔细想想吧，毕竟价格摆在这里，如果是我自己买的话呢，我肯定会花钱给它再改一套避震。到时候啊，一套性能的底盘，再配上这样的性能，20万以内直接无敌了呀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只要点赞过5万，我就身先士卒给大家打个样啊！不会真有人感兴趣吧？
虽然一派007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它越级的性能，但如果抛开性能不谈，它到底还有多少吸引力？自古以来，颜值就是正义。一派007有无框车门加电动尾翼，是提升运动感的小心机。偏记金格尾灯动静相宜，选装的叠影光毯有3种投影。车漆工艺有所升级，轮网样式同步换新，后有新的保险杠造型，前有新标配的2颗雷达，提升实用性。内饰的变化同样明显，新增加了暖山玉白配色，仪表屏增加到10.25英寸，字体更大，中控屏还是15.6英寸，但分辨率更高，边框更窄。氛围灯覆盖面积更大，中控布局更加直白，主驾专享的座椅按摩力更强。如果说之前的力度是这样的话，那现在的力度就是这样。加速踏板变成风琴式了，主驾化妆镜有灯了，后排充电口会亮了，后备箱照明灯也变成 LED 了。基本上把我之前吐槽过的都给改了。下次改款的话，可以考虑把后排照灯换成 LED 的，或者把这个驾驶模式旋钮风位的旋钮换成一个真的旋钮。一派007的后排空间是同级正常水平，椅背略直，但坐垫支撑不错，足够坐下一名身高180的男性。即使是4驱版，也有一个前备箱，可以坐个人，可以放些小包。掀背尾门开口很大，足够放下一具身高180的男性。下层空间非常可观，可以放下一些大包。新款车型把电动开启和关闭按钮合二为一。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降本增效，但如果所有的降本增效都能像这个一样，完全不影响使用体验，那该有多好呀！在使用体验上有些难评的是，新款的车门开关从机械拉手变成了电子按钮，位置和某 M9 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还增加了一个备用机械拉手。我觉得这机械开关挺好用的呀，你改它干什么呢？最后还有几个传统的测试项目：一派007 60公里巡航，车内噪音58分贝，80巡航62分贝，和莫纳 M03 差不多的水平。表显电耗比较接近驱动电耗，实测 OLTC 100公里电耗16度左右，对于一辆双电机4驱的车来说属于正常水平。高配车型搭载了同级罕见的 73.5 度电池，官方标称支持 3C 倍率快充，但实测反向需标至240千瓦，电流500安直接拉满，并一路保持到了 38%。从 50% 开始触发了电池散热，电流下降到了255安的档位，维持到了 73%， 最终从 20% 冲到 80%， 耗时21分钟，同级优秀水平。但 80% 以后功率就剩的不多了，可能和气温有点关系。总结一下，一派007问世至今，经过了2次改款，把很多老车主反馈的问题给解决了。颜值越来越高，配置越来越高，电池越来越大的同时，价格还越来越便宜了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它拥有15万以内独一份的性能，然后长得也不错，是同级为数不多为憧憬个性运动的年轻人打造的车，而且现在还有3年免息和3电终身质保，买车和用车的压力都更小。至于选哪个版本呢？我个人觉得 L 版的权益跟配置比较有限，不是很推荐。如果你对续航要求比较高，那就选增程版。如果是纯电版的话，550和650主要是电池和电机的区别，巡航版和领航版主要是驾驶辅助功能的区别。不过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的预算不是特别紧张，或者说对性能有要求，可以考虑冲下这个4驱顶配版，因为它自带那个运动舒享套装。650 Pro 版即使有权益，选装也要5000块钱，加上去就是14万0900。和它只差9000块钱，9000块多一台电机，多划算呀！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也感谢东风一派对我们的支持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不要忘了点赞、投币，顺便再点个关注，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。那么接下来按照惯例，看看大家又提了什么奇怪的问题。一派007和日产 N7有什么关系？网上一直有人在讨论什么换皮的问题啊，我感觉没有太大的意义，都是一个集团旗下，资源整合很正常。放眼全球，跨国跨品牌之间的合作也很常见，而且这辆车又不是那种价格差别很大的，它们更多的只是一个产品定义和取向的区别。虽然我个人觉得一派007新款的底盘调教有向 N7 靠近的趋势啊，但还是很不一样的。N7 只有纯电，只有前驱 ，A 柱也更加的靠前，一看就是那种更偏重舒适和实用性的车。而一派007不论设计也好，驾驶感受也好，都更适合追求个性的年轻人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买车还是得自己去试试，试了就知道这俩完全不是一类车。内饰的质感如何？我觉得比旧款是有所提升的，比如化妆灯和后备箱灯变成 LED 了。氛围灯覆盖面积增加了，那个旋装包里还带一个会亮的饰板，中控台的设计改了，取消了那个基本不会去盖的翻盖，座椅缝线的造型和填充物也有变化，后排扬声器盖板换成了金属的。
车机 UI 菜单的逻辑符合直觉吗？这个车机还是挺好上手的，而且这些年功能也越来越丰富，比如 CarPlay、Hi Car、AI 大模型、应用分屏、哨兵模式、应用宝等等。但是呢，整体的流畅性还是跟那些8295的车机有些差距。另外还有一点，我个人是习惯用蓝牙音乐听歌的。007的车机已经可以记忆多媒体的音源状态了，但008还不行，每次上车都得手动切换一下，麻烦改一下好吧？支架是电容方向盘吗？不是，是转距感应式的。如果手只是轻轻搭在上面的话，大概10多秒就会跳出提示。说到它的支架，增加了起步提醒、自动偏移、避让等等功能，还是挺实用的。智能巡航呢，在高速高架上偶尔用还行，变道超车还挺激进的。但是刹车和变道的动作有时候不是那么的顺滑，和那些高阶支架还有一点点的差距。但毕竟这个价格嘛，也不能要求太高。底盘是什么水平呢？之前旧款有车主反馈底盘太硬，所以新款我个人感觉是给调软了。那现在这个底盘呢，放在低配车型上可能还可以，毕竟车重就1.7几吨。但这个4驱版比较重，有2吨，而且还有544马力，对这个底盘就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。所以我是蛮希望易派能给这个4驱版的底盘提供一个升级包，大不了加点钱嘛，就像隔壁007一样，就算加了以后还是很有优势，甚至可能更有优势。有哨兵模式吗？行车记录仪能记录所有摄像头的画面吗？现在有了，哨兵模式是360度全视角的记录，行车记录的话呢，目前只有前视角，但是还挺清楚的。感觉车型版本有点多，多点选择总归是好事嘛。而且只要换种下单方式，看起来就不多了。第一个，车型界面只有纯电版和增程版，在后面选装的时候再提供一个性能升级包、支架升级包、电池升级包、运动舒享套装，想要哪个选哪个。你觉得我这个建议怎么样？如果采纳的话，记得给我返点积分。离地间隙高吗？通过性怎么样呀？粗略比划了一下，比隔壁007 Model 3这些车要高，而且它的轴距没有那么的长，所以通过性应该不是大问题。易派007在上海车展上展出的包围套件，后续有出售的准备吗？前脸可能会有，其他的不好说。音响怎么样？我的手，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华年，从此停顿，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，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